阿联酋暂停购买 F-35，而采购了80架阵风战斗机，这个举动牵动了中法美俄4国的利益。那么这个局面是谁造成的？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周小飞。最近呢，阿联酋做了2个决定，把除了英国之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都牵扯进去了。一个决定呢是14号阿联酋通知美国暂停购买 F-35战斗机的谈判，而另一个决定呢是更早的时候向法国购买了80架阵风战斗机。然后大家就觉得前面这事儿好像跟中国有关，后边这事儿呢就让法国和俄罗斯都有机会赚一票。其中呢最得意的当然是法国，美国可能是最尴尬的。毕竟很多国家想拥有隐身战斗机，目前 F-35是唯一的选择。所以这个 F-35在很多地方是卖方市场不是你有银子想买就能买的。政审这一关你要先过了再说。就是美国觉得你政治合格，你才有资格购买 F-35。很多国家有钱想买都买不到。结果这么严苛条件下，这么抢手的货，阿联酋居然说不要了，这就很伤美国的面子，而且是公开表达政治立场上，以后阿联酋要逐步的远离美国。当初呢，美国向阿联酋出售 F-35是特朗普的安排，是用这种方式作为基础拉平衡，换取阿联酋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。而通过这一系列正常化，美国也是要拉上更多中东国家跟以色列一起变成盟友，把伊朗变成公共敌人。这样的话呢，美国在中东就少了一份后顾之忧。但是拜登上台之后，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叫停了对阿联酋和沙特的军售，理由呢是要对阿联酋和沙特重新进行政审了。当时阿联酋是接受了美国要求，到了4月份的时候，美国才重新恢复了出口计划。但是美国恢复出口计划的要求呢很多，让阿联酋难以承受。而最近让阿联酋决定暂停购买 F-35的原因，根据阿联酋以及美国媒体报道，是因为美国要求阿联酋不得使用华为的5G设备，理由呢是保护美国的武器装备的机密，认为这事儿没有商量余地。那么阿联酋愤怒之下就威胁要退出该项交易。我感觉呢，用不用中国华为的5G设备，可能也只是导致阿联酋搁置这场交易的导火索之一，未必是全部的，或者说最根本的原因。对阿联酋来说，放弃中国的华为5G，经济上肯定会有巨大损失。但是最不能忍受的，恐怕是买了这些 F-35之后，还不能够真正的自主使用，因为美国规定了，阿联酋拿到这些飞机，在什么时候用在什么地方都是有限制的。而且呢，在未来任何情况下，美国都要确保以色列始终保持技术优势地位。除此以外，阿联酋买了这批美国装备之后，以后甚至都不能买其他国家的武器，只能买美国的。这么算的话，就不仅仅是经济损失问题了，而是阿联酋的国家安全要完全被美国控制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核潜艇事件被美国和澳大利亚耍过一次的法国，正好在这个情况下出手反击一把，向阿联酋提供了80架阵风战斗机。阿联酋呢本来就是法国战斗机的用户，这次交易还巩固了法国战斗机的传统市场。顺便阿联酋也能借法国飞机恶心一下白宫，不要以为什么事儿都只能求着美国。另外呢，俄罗斯原来打算在苏75项目上争取阿联酋投资，但是如果阿联酋继续和美国进行了这种交易，那么阿联酋的投资肯定就没戏了。结果这回阿联酋可能单方面宣布终止跟美国的军购协议，那么俄罗斯就多了一个机会，将来能够向阿联酋提供隐身战斗机的，可能去掉美国就只剩下中俄2家。现在美国发现了，以前对用户的种种限制大家都能忍，而阿联酋这次表示忍不下去，就开了个先河。此例一开，不仅没有打掉华为，弄不好还给中俄的隐身战斗机打开了市场。那么15日布林肯赶紧表态，还愿意继续推进 F-35出口，至于说能不能成，就要看美国会不会放松以前的立场。其实呢，阿联酋也没有把话彻底说死，只说现在是暂停，这就要看美国将来做什么样的让步。但是不管美国和阿联酋最终能不能形成这笔交易，美国会不会让步，大家都能发现，美国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说一不二，盟友必须俯首帖耳的美国。弄不好在阿联酋发生的这一番经历，经过了各方媒体的隆重炒作， F-35的面子就要栽在华为的手里了。好，关于阿联酋搁置购买 F-35到底是为了华为，还是有什么更多的理由，今天呢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